Hello， 大家好，我又出来发视频了。这次我要做的魔法书桌，其实之前发过类似的视频，但是因为之前发的视频并没有语音解说，讲的也没有那么详细，所以很多看过的小伙伴还觉得是云里雾里。所以这次我打算再加一些语音的讲解，来给大家说明一下制作的过程。首先，我把柜子的草图公布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按照上面写的尺寸来做。要注意一下，就是柜子的柜体，我用的是1毫米厚的木板，抽屉的部分我用的是比较薄的0.5毫米的。如果找不到0.5毫米的话，可能就需要重新再计算一下。制作所需要的材料是有这些，如果你制作木头柜子的话，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经常有小伙伴问我想要开始制作微缩模型，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那你想制作的方向，你想制作的东西不一样，它使用的材料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说很难去用一期视频笼统的概括你需要什么材料。首先你要先想好你想做的是什么具体的东西，然后你才能确定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工具。切割木板的工具，之前我是用台锯的，有小伙伴一看没有工具，再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有一颗想做模型的心，就算低配点的道具也是可以使用的。这个木板的材料我是用的比较好切的柏树，如果没有的话，用合板之类的稍微软一点的材质也可以。具体的情况可以咨询卖家。我是切几下，最后把它们折断的，所以会有一些比较粗糙的边，需要用美工刀去把它们切下来。最后我会用锉把旁边稍微打磨一下，然后用砂纸把表面磨得稍微平滑一些。等把所有的木板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给木板进行上色了。我用的是木头染色色晶，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名字在网上搜索需要的染料的颜色。染色之后，我还会涂一层定色液，大家也可以直接按照品牌或者搜索水性哑光漆。染色的过程最好还是需要有一些耐心，因为如果涂的颜料太多的话，会导致木板的表面弯曲，所以说最好是一点一点的涂2层或者3层，不要一开始就想给它涂透了。等待的时间也是比较漫长的，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龟缓慢走路的过程，解解压。柜子上面的装饰物我是用3D 打印的，没有3D 建模环境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在某宝上搜索翻模硅胶模具，只要挑选你比较中意的，然后用软陶、粘土或者滴胶进行翻模就可以了。桌子角当时是我用补土去制作的，然后进行了翻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翻模之后的树脂它材质和木头不同，所以说一般的木头色晶是无法对其进行上色的。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密度更高的丙烯颜料进行上色。比较麻烦的是，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把丙烯的颜料调到一个和木板色晶颜料一样的颜色。当然，先把装饰物粘在木板上，再进行上色的话会更加牢固，所以说下次我会在这个方向进行改进。
因为树脂用丙烯涂出来它是没有木头的纹路的，所以我调了一些稍微浅一点的颜色，用比较硬质的笔在上面画了一些木头的纹路，这样看上去能更加真实。再把树脂部分的所有颜色涂完之后，就可以再喷一层消光漆、保护漆，去防止颜色轻易的脱落。粘木板用的胶水，我用的是啫喱状502，当然也可以用木工胶，粘的还是比较牢固的。最近我决定不再做失踪人口了，所以更新的会比之前稍微频繁一些，也希望大家能有空过来看看。喜欢这期手工视频的朋友们，请不要忘了帮我点赞加关注哦。那我们下次再见。